男子，在河南10多年捡600多块胶河橄榄石，现在死活不肯卖。2002年，天津一男子在河南旅行时意外发现了胶河橄榄石，从此男子便一发不可收拾，他不惜放弃原本稳定的工作与美满的家庭，也要捡宝石。10年来，他捡了近600块橄榄石。当专家们闻讯而来，并提出高价收购时，他却一口回绝，称这是自己的宝物，谁也不卖。他为何如此执着于这些石头？后来他又怎样了呢？李广深原本是天津的一名牙医，工作了近10年，他的生活安稳，收入可观，每天都在诊室里为患者解决各种牙齿问题。然而，长期的工作让李广深感到了一丝倦怠，每天面对的都是张开的嘴巴和各种牙齿问题，他开始渴望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体验。2002年，李广深决定独自去河南旅行，想要放松心情，寻找新的灵感。这次河南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在玉溪山区徒步时，李广深被当地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。一天下午，他在一条小溪边休息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。这块石头晶莹剔透，散发着淡淡的绿色光芒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。李广深被这块石头深深吸引，小心翼翼地将它捡起，仔细端详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石头，但他觉得非常特别，决定带回天津好好研究。回到天津后，李广深白天仍然在医院工作，但晚上和周末都投入到了对这块神秘石头的研究中。他查阅了大量地质学和宝石学的资料，甚至去请教了当地的珠宝专家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他终于确定了这块石头的身份——珍贵的胶河橄榄石。了解到橄榄石的价值后，李广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开始利用休假时间，多次前往河南、内蒙古等橄榄石产地考察。每次旅行，他都会带回一些橄榄石标本，慢慢积累了不少藏品。随着对橄榄石的了解越来越深入，李广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辞去牙医的工作，全身心投入到橄榄石的收藏和研究中。然而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妻子王芳的强烈反对。王芳是一名小学教师，性格温和但很务实。当李广深兴奋地向他分享自己的想法时，他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。广深，你疯了吗？王芳难以置信地说，你是一名优秀的牙医，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孩子也快上初中了，你怎么能因为一时兴起就放弃多年的事业？李广深试图解释橄榄石收藏的前景和自己的热情，但王芳并不买账。她认为这只是丈夫的一时冲动，坚持认为继续当牙医才是最稳妥的选择。争执持续了数周，家里的气氛变得紧张。李广深每天都在努力说服妻子，向她展示自己收集的橄榄石，讲解它们的价值和市场前景。但王芳始终无法接受丈夫要放弃稳定工作的想法。这场争执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，往日温馨的家庭晚餐变得沉默，两人之间的交流也减少了。李广深感到十分沮丧，他既不愿放弃自己的梦想，又不想伤害家庭关系。在一个周末，李广深决定带着妻子去参观一个著名的橄榄石收藏展。在展览上，王芳亲眼见证了珍稀橄榄石的吸引力及其价值，同时也见识了许多成功的收藏家和投资者的风采。这次经历让她对丈夫的选择有了新的认识。回到家后，王芳同意了李广深的决定，并表示支持。李广深对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感到非常感动，并向她保证会在2年内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然而，搬到河南后的头几年，李广深一家的生活十分艰难。初来乍到，他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，只能靠积蓄勉强度日。李广深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寻找橄榄石，常常一整天下来一无所获。晚上还要去附近的工地做零工，勉强维持家庭开支。妻子也不得不出去找工作，在附近的超市做收银员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至少能保证1日3餐。然而，看着丈夫日复一日的寻找橄榄石，却毫无收获，她心里也开始动摇，
有时会忍不住抱怨几句。最让夫妻俩担心的是儿子的情况。孩子刚转学到新环境，完全不适应，在学校里沉默寡言，交不到朋友，每天放学后就独自一人待在角落里。老师多次找李广深夫妇谈话，表示孩子有些孤僻的倾向。更让人心疼的是，儿子经常吵着要回老家，说这里没有朋友，不想待在这里。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，李广深却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。他白天继续寻找橄榄石，晚上做兼职赚钱。即使生活拮据，他还是会时不时给儿子买些小礼物，鼓励他要坚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遇到了一位退休的地质学家。这位老人不仅教会了李广深辨识橄榄石的技巧，还经常开导他，让他保持信心。在老人的帮助下，李广深的寻宝之旅开始有了方向。终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第5年的一天，李广深终于有了重大发现。他在一处偏僻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橄榄石原石，重达数十公斤。这块原石不仅体积惊人，质地更是上乘，被专家评估为极其珍贵的藏品。这个发现让李广深一举成名，珠宝商纷纷找上门来，希望能够购买他的收藏。有人开出了上百万的高价，但李广深却坚决不卖。这些橄榄石对李广深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石头，而是承载了他多年心血的珍宝。每一块石头都记录着他的汗水和坚持，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希望通过这些石头传播橄榄石文化，让更多人了解这种美丽的宝石。为了更好地展示橄榄石的美，李广深开始潜心学习石雕技艺。起初，他只是在网上观看一些教学视频，摸索着练习。后来，他有幸结识了一位退休的石雕大师，开始系统地学习这门古老的艺术。每天晚上，在结束了一天的寻石工作后，李广深都会花几个小时练习雕刻。他的手上常常布满了细小的伤口，但他却乐在其中。妻子心疼地劝他别太辛苦，他却笑着说，能让这些石头更好地展现它们的美，这点辛苦算什么？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李广深的雕刻技艺日渐精湛。他将一些较小的橄榄石雕刻成各种形状，有的是栩栩如生的动物，有的是精美的饰品。有一次，他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，将一块鸽子蛋大小的橄榄石雕刻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，晶莹剔透，栩栩如生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橄榄石的美，也体现了李广深的艺术才能。他的作品开始在当地小有名气，甚至吸引了一些收藏家的注意。就这样，李广深在这10年来捡了近600块胶合橄榄石，每一块石头都被他精心保存，有的保持原石状态，有的则被雕刻成精美的艺术品。他的家里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橄榄石博物馆，吸引了不少地质爱好者前来参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广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橄榄石知识，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。他会定期发布一些橄榄石的图片，讲解它们的特征和形成过程。有时他还会直播自己的雕刻过程，让粉丝们看到橄榄石如何在他手中变成艺术品。李广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不仅吸引了普通网友，也引起了地质学界的关注。多位专家认为，他的收藏对研究胶合橄榄石的形成和分布具有重要价值。他们希望能够对这些橄榄石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，以增进对这种宝石的了解。面对专家们的请求，李广深表现得非常开放和支持。他欣然同意让专家们来研究他的收藏，但坚持不出售。他认为这些橄榄石不仅是他的，也是属于这片土地的，希望他们能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，但同时也要保证他们不会流失。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大自然的馈赠，让更多人了解它们的美和价值。李广深的故事也引发了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思考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李广深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。他没有追求金钱和名利，而是将全部热情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中。这种选择虽然在物质上可能不那么丰裕，
但在精神上却获得了巨大的满足。有人说，李广深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他的选择不切实际。但也有人认为，正是像李广深这样的人，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他们认为，追求梦想，坚持热爱，才是生活的真谛。